今天我要和大家聊一个劲爆的话题，为什么有些人躺着就把钱挣了，而有些人拼死拼活还是月光族？为什么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有人哭天喊地，有人却笑着数钱？答案就藏在思维方式里。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来自哈维·艾克的《100万富翁的秘密》。这可不是什么纸上谈兵的玩意儿，而是实打实能改变你命运的干货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是理财高手了，那可要小心了。因为正是这种我都懂的态度，可能正拦着你发财呢。你的脑子决定你的钱包。想象一下，你在超市里转悠了半天，就为了省那么几毛钱。或者你排队1小时，就为了白嫖一个汉堡。如果你干过这事，那不好意思，你这思维方式可不咋地。如果你觉得自己1小时就值几块钱，那你这辈子也别想发财了。有钱人可不会这么想，他们不会为了省那么点钱就浪费宝贵的时间。相反，他们会琢磨怎么让自己1小时值个几万块。这就是大佬和小喽啰的区别。大佬总是盯着大目标，小喽啰却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操心。你属于哪一类？2. 你怎么衡量自己的价值？我告诉你个残酷的事实，没人在乎你付出多少，人家只看结果。假设你熬了好几个通宵做了个视频，但是猜怎么着？观众才不管你熬了多少夜呢，他们只关心这个视频有没有意思。要是没意思，分分钟就给你切走了。这世界不会因为你努力就给你奖励，它只会因为你创造的价值而奖励你。有钱人深谙此道，他们选择按结果拿钱，而不是按时间。他们相信自己能创造价值。穷人就不一样了，他们更喜欢稳定的工资，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能创造真正的价值。你是选择当个打工仔，还是创造价值的老板？这个选择可能决定了你的财务命运。3. 你是在分蛋糕，还是在做蛋糕？穷人总觉得资源是有限的，好像这世界就是一个快被分完的蛋糕。他们觉得别人赚到钱了，自己就亏了。但是有钱人知道一个秘密，这世界不是固定大小的蛋糕，而是无限供应的自助餐。穷人觉得要么这个要么那个，有钱人想的是这个那个我都要。你想要事业成功还是家庭幸福？为什么不能2个都要？你想专注事业还是享受生活？为什么不能兼顾？有钱人总是想办法两全其美，穷人却习惯于痛苦的取舍。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，往往决定了一个人最后能得到多少。4. 你是被困在笼子里，还是在找出路？每次我分享个新点子，总会遇到2种反应。一种人立马开始列举各种问题和风险，好像在说这玩意儿肯定不行。另一种人则兴奋地讨论这个想法可能带来的机会。你猜的哪种人更容易成功？你专注于问题，就会得到更多问题；你专注于机会，就会得到更多机会。这可是宇宙法则呀！有钱人总是在找机会，穷人却总被问题困住。面对同样的情况，有钱人会问我怎么从中赚钱，穷人则问要是失败了怎么办？你是哪种人？你是被问题吓倒的人，还是能在逆境中看到机会的人？5. 你是在和老鹰一起飞，还是和鸭子一起游泳？我们经常听人说，要成功就要和成功人士在一起，但很少有人真正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。想和老鹰一起飞，就别和鸭子一起游泳。有钱人明白，他们的思维方式、行为模式和最终结果都会被身边的人深深影响，所以他们有意识地选择和积极成功的人混在一起。穷人呢？他们常常被负能量、失败的人包围，却还在抱怨为什么自己不能成功。我给你个简单但管用的招，找到你这行最牛的人，研究他们怎么干的，看他们看的书，学他们的做法。
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就这么一个小改变，就能让你的人生来个180度大转弯。6. 你是在瞄准靶心，还是在乱射箭？想象一下，你走进一家面包店，对店员说：“给我来个面包。”店员肯定一脸懵逼，因为面包种类太多了。这就是大多数人对待财富的态度，他们就是模糊的想要变得有钱，却不知道具体要什么。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你就会得到你不想要的东西。有钱人对他们想要的生活有清晰的规划，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房子，什么样的车，甚至是每天早上想喝什么咖啡。这种明确性让他们能够做出精准的决策，一步步朝着目标前进。穷人呢？他们的愿望往往是模糊的，比如希望有一天能过上好日子。这种不明确的目标导致他们的行动也是散漫无力的。你有没有为自己设定过具体可衡量的财务目标？如果没有，现在就是开始的最佳时机。7. 你是在大声宣告自己的价值，还是在角落里自怨自艾？很多人对销售和自我推销有负面看法，他们觉得好东西不用推销也能卖出去，这可是个危险的误解。如果你相信自己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真的能帮助别人，那么不去推广它反而是不负责任的行为。有钱人明白，不管你做什么工作，你都得会销售和推广。生活中几乎每个方面都涉及销售。当你想说服对象去某家餐厅而不是去购物时，你就在进行销售。当你想说服孩子去学习时，你也在进行销售。事实上，我现在就在向你销售这些想法，而你正在用你宝贵的时间购买它们。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，因为我知道这些想法可能会改变你的思维方式，进而改变你的人生。如果你有值得分享的技能或产品，却因为怕被人说是在推销而不敢大声说出来，你可能正在剥夺别人获得帮助的机会，同时也在阻碍自己的成功。8. 你是在驾驶自己的人生，还是只是个乘客？这可能是最关键的一点，你怎么看待自己在生活中的角色？有钱人相信我创造自己的人生，穷人相信生活发生在我身上。观察一下你周围的人，你会发现，总是抱怨命运不公，责怪别人或环境的人，往往是那些财务状况最差的人。他们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，好像一切都不是他们的错。相反，成功人士总是对自己的处境负责。即使面对不利局面，他们也会问：我能从中学到什么？我怎么能把这种情况变成对我有利的？这种态度上的小差异往往会导致人生轨迹的大分叉。你是在主动塑造自己的未来，还是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？9. 你是在驾驭金钱，还是被金钱驾驭？这一点可能会让很多人不舒服。管理钱是一门需要学习的技能，就像学开车或用电脑一样。说等我有钱了再学理财，就像一个胖子说等我瘦下来再开始锻炼和节食一样荒谬。有钱人花时间学习如何管理财务，他们了解投资、税收策略、复利的力量。穷人呢？他们对金钱一无所知，除了抱怨它的不足。我给你个简单但管用的方法来开始你的财务管理之旅，创建5个账户。投资账户，为未来积累财富；玩乐账户，享受生活；学习账户，不断提升自己；捐赠账户，帮助他人；和日常开支账户。即使你现在入不敷出，也要养成管理这5个账户的习惯。因为宇宙的法则是，除非你证明自己能管好现有的东西，否则你不会得到更多。你现在在跟踪什么？
你的工资单还是你的净资产？10你是在成长还是在萎缩？生活中总会有问题，不管你是富翁还是穷光蛋，关键在于你怎么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。成功的秘诀不是试图避免或摆脱问题，秘诀是让自己成长到比任何问题都大。有钱人把问题当成成长的机会，他们明白处理的问题越大，自己就会变得越强大。相反，穷人往往被问题压垮，他们总是试图逃避问题，结果问题只会越来越多。下次当你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时，别问为什么这种倒霉事总发生在我身上，而是问这个问题想教会我什么，我怎么能从中成长。11你是在玩赢还是在玩不输？在体育比赛中，只守不攻的球队很难赢。不幸的是，大多数人在金钱游戏中就是这么打的，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生存，而不是丰盛。如果你的目标只是舒服，那你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变得有钱。但如果你的目标是变得有钱，你最后肯定会很舒服。穷人想要有足够的钱来付账单，这就是他们的想法，而宇宙会精确地给他们所要求的，仅仅足够付账单，不多1分钱。有钱人则完全不同，他们玩金钱游戏是为了赢，为了获得丰盛。他们的目标不是仅仅活下去，而是蓬勃发展。你在玩什么样的游戏？你是在为生存而战，还是在为繁荣而奋斗？12你的钱在为你工作，还是你在为钱工作？这可能是有钱人和穷人之间最关键的区别之一。有钱人让他们的钱为他们工作，穷人为他们的钱工作。大多数人被困在时间换金钱的陷阱中，他们每天辛苦工作8小时，换取固定工资。这种模式看起来安全，其实很危险。因为一旦你停止工作，收入就会立即停止。有钱人则懂得创造被动收入的重要性。被动收入是指不需要你持续付出时间和精力就能获得的收入，比如租金收入、版税、股息等。财务自由不是指你有多少钱，而是指即使你不工作，你的被动收入是否能够覆盖你的生活开支。这里有个惊人的真相，成为财务自由比成为富豪更容易，也更快。想象一下，爬一个10级台阶和爬一个1000级台阶，哪个更容易？财务自由就像那个10级台阶，一旦你达到这个目标，你就有了时间和精力去追求更大的财富。我认识一个学员，他在研讨会上突然意识到，如果把自己的公寓出租出去，搬到一个更便宜的地方，仅靠租金收入就足以覆盖所有开支，甚至还能存一些钱。你猜他怎么做的？他立马付诸行动，实现了财务自由，然后才开始建立自己的事业，追求更大的财富。你有没有认真考虑过如何创造被动收入？如果没有，现在就是开始的最佳时机。13你在关注正确的数字吗？说到钱，大多数人会问你一年赚多少，但很少有人会问你的净资产是多少。这个小小的差异揭示了有钱人和穷人思维方式的巨大鸿沟。财富是用净资产来衡量的，而不是工资收入。一直都是这样，将来也永远是这样。计算净资产很简单，把你拥有的所有资产价值加起来，包括现金、投资、房产等，然后减去你所有的负债。这个数字才是真正衡量你财务健康状况的指标。为什么？因为工资收入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突然中断，但净资产却能在你不工作的时候依然为你创造价值。我给你个简单但有力的练习，在一张纸上画一条竖线，在底部写上0，在顶部写上你梦想的净资产数字，比如100万。然后在这条线上标出你当前的净资产位置。即使你现在处于负数，也要勇敢地面对现实。每个月或每季度更新一次这个数字。你会惊讶地发现，仅仅关注这个数字
就能极大地改变你的行为和决策。因为正如一位智者所说，被跟踪的东西会得到改善。你现在在跟踪什么？你的工资单还是你的净资产？14. 恐惧是你的朋友还是敌人？这可能是最关键的一点。面对恐惧时，你是选择前进还是退缩？有钱人即使感到恐惧，也会采取行动。穷人让恐惧阻止他们。我们都有恐惧，害怕失败，害怕被拒绝，害怕未知。但是，有钱人和穷人处理恐惧的方式却截然不同。有钱人明白一个秘密，舒适区是个美丽的地方，但那里什么都不会生长。他们愿意忍受短暂的不适，以换取长期的舒适。穷人则相反，他们为了短暂的舒适而牺牲了长期的成功。如果你愿意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，你就能过上别人不能过的生活。记住，你的大脑是个恐惧探测器，而不是成功探测器。它的工作就是保护你免受伤害，而不是帮助你获得成功。因此，每当你开始做一些不舒服的事情时，你的大脑就会向你展示10几种可怕的情景来阻止你。但是，如果你想要不同的结果，你就必须采取不同的行动。下次当恐惧出现时，别退缩，而是深呼吸，然后勇敢地向前迈进。你会发现，行动本身就是克服恐惧的最佳良药。15. 你是在成长还是在停滞？在财富创造的旅程中，最危险的3个字是什么？是我知道。如果你还不富有和快乐，那么很可能还有很多东西你不知道。有钱人永远保持学习的心态，他们明白知识就是力量，特别是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。他们投资于自己的教育，不断学习新技能，探索新领域。穷人则往往认为他们已经知道了一切，他们停止学习，停止成长，最终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被淘汰。我给你个简单的测试，你最后一次读完一本书是什么时候？你最后一次参加一个研讨会或在线课程是什么时候？如果你不能立即回答这些问题，那么可能是时候重新点燃你的学习激情了。记住，如果你一直做你一直在做的事情，你就会一直得到你一直得到的结果。如果你想要不同的结果，你就必须学习和尝试新的东西。16. 你看到别人的成功时是什么感觉？当你看到一个有钱人开着豪车经过时，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是羡慕和欣赏，还是嫉妒和怨恨？有钱人欣赏其他有钱人和成功人士，穷人则嫉妒有钱人和成功人士。我记得高中的时候，每次看到一个有钱人开着他的新奔驰经过我们的社区，我都能听到周围人对他奢华生活的负面评论。当我问起他是做什么的，几乎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答案，但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他一定是在做一些非法的事情。几年后，我有机会在实习期间与这个人交谈，我了解到他的大部分童年都是在贫困中度过的，这激励他更加努力工作，最终成为了一家公司的 CEO。 这个经历让我意识到，穷人往往用嫉妒和羡慕的眼光看待他人的成功。他们假设成功人士一定是通过不道德或非法的手段获得财富的。这种心态不仅阻碍了他们学习成功人士的经验，也限制了他们自己的成功可能性。有钱人则相反，他们欣赏并学习其他成功人士。他们知道，每个成功人士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，即使他们的成功方式可能不同。下次当你看到一个成功人士时，试着改变你的视角，别嫉妒他们的成功，而是问自己，我能从这个人身上学到什么？你会惊讶地发现，这种心态的转变可能会为你打开一扇全新的机会之门。17. 从今天开始改变你的财富命运。现在你已经了解了有钱人和穷人思维方式的17个关键差异，问题是，你准备好改变了吗？记住，
知识本身是没有力量的，只有付诸行动的知识才能改变你的生活。正如我们讨论的第15点，有钱人不断学习和成长，但学习而不行动，就像盯着你喜欢的妹子的照片看一整天，而不是去和她说话。所以我要挑战你，从这17个点中选择一个，就在今天马上采取行动。也许是创建那5个财务账户，也许是制定一个明确的财务目标，或者是报名参加一个新的在线课程。无论你选择什么，重要的是要开始行动。因为正如我们在第14点中讨论的，行动是克服恐惧的最佳良药。记住，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是日复一日小决定和行动的累积。正如复利能让你的钱随着时间增长一样，这些小的思维和行为改变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在你的生活中产生巨大的影响。最后，我想用哈维·艾克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：思想导致感受，感受导致行动，行动导致结果。你的思想塑造了你的现实。从今天开始，选择像百万富翁一样思考，因为一旦你改变了思维方式，你的整个世界都会随之改变。现在轮到你了，你准备好接受这个挑战，开始你的财富之旅了吗？记住，机会总是青睐那些准备好的人。而现在，你已经拥有了这些知识，你比99%的人都更接近成功。别等待完美的时机，因为它永远不会来。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。行动起来，创造你梦想中的生活吧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